老师，肝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和主藏血，我们该如何理解怒伤肝？另外，肝藏血的功能对于肝炎病人的调养有什么指导意义？怒是七情之一，一般理解为抑郁和烦躁。但是除了抑郁、烦躁之外，紧张、焦虑、生活或者是工作压力大，也都是属于怒的范畴。所以不仅抑郁、烦躁会伤肝，紧张、焦虑、压力大也会伤肝，导致肝气郁结、肝火上炎等症。我国的肝病病人基数很大，尤其是南方的肝炎病人数量比较大。肝病除了中西药结合治疗之外，平时的调养非常重要。肝有藏血的功能，唐代的王弼有说：“人动则血运于诸经，人静则血归于肝脏。”也就是说，当人运动的时候，肝血就会分布到全身，供全身使用；当人体安静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全身的血液就会回流到肝脏，可以养肝。这个理论提示我们，肝病的病人要恢复肝的功能，需要肝血充足才能够养肝，而肝血在人安静休息的时候才能够比较充足。因此，肝病病人要多休息，要早睡，要多静养，不能太过劳累，不能熬夜，不能够过量运动。老师，肺主气，司呼吸，肺和皮毛的理论在预防感冒上有什么指导意义呢？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肺主气，司呼吸，载体和皮毛。肺气输不到皮肤毛发，称为卫气，有温暖肌肤、固护肌表、保护汗液的作用。皮肤毛孔就像城门，卫气就像守护城门的卫兵。当肺气充足的时候，卫气也充足，守护城门的卫兵力量强盛，既可以温暖体表的肌肤，又可以保护体内的津液，不至于随便流出体外而为汗，还可以抵御外邪，使风寒、风热、风邪等这些外邪不能随便的进入体内而生感冒。而如果肺气虚弱，则卫气不足，既会导致体表的胃阳不足，不能温煦肌肤，出现怕冷的症状。尤其是怕风吹，风一吹就会觉得冷，也不能够固摄体内的津液，而导致汗多，而且还无法抵御外邪的入侵，而容易出现感冒。因此，平时体虚怕风、多汗、容易感冒的人，就是属于肺气不足、卫气不固的人。治疗单以补益肺气，可选用玉屏风散或者是玉屏风颗粒，其中黄芪为补益肺气的主要药物。或者平时我们可以采取黄芪煲汤，通过补益肺气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。老师，你在讲述脏腑理论的时候，特别提出了五脏地位症状的概念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五脏的地位症状呢？根据五脏的生理功能，我们可以确定五脏相应的病理变化。因此，五脏的定位症状是指当五脏出现病变的时候，一定要出现的症状。五脏的定位症状是五脏病变的必有症状。因此，如果病人出现五脏的定位症状或者是必有症状，我们就可以给疾病进行定位。比如，肝的定位症状有两组，一是肝脏和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疼痛，比如胸胁、乳房和少腹部的疼痛；第二是出现抑郁和烦躁的情绪变化。心的定位症状有两个，心悸和失眠；脾的定位症状有三个，纳少、腹胀、便溏；肺的定位症状主要有两个，就是咳嗽和气喘；肾的定位症状有两个，腰膝酸软或腰膝酸痛。我们知道五脏的定位症状之后，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病变部位进行治疗。比如，如果一个人在咳嗽气喘，我们应该治肺；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发脾气、非常暴躁，我们应该治肝；如果有人失眠、睡不着觉、心慌，则应该治心；如果有人胃口不好、肚子胀，而且大便总是软软的、烂烂的，这就是脾胃的病变，则应该去治脾胃。因此，记住了五脏的定位症状后，
在对疾病诊断时就能够起到止减预防的效果。